啊，罗宾要上场了。造景的技巧部分，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呢？那这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荷兰式水草造景，他们有一些规范。那这些规范呢，非常冗长。罗宾今天把这些规范精简的抓几个重点分享给大家。它最主要还是要营造一个团状成丛的样子，像我们这个看到这个鱼枝下面这样一整丛，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个水草的所占据的那个位置，你会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一个区块，而不是整个混杂在一起。这样子会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变得比较立体。那如何营造这个立体感呢？就是我们在水草选择上，你要针对它的叶形的大小，或者是说它的叶子的形状，比如说有的是尖的，有的是圆的，有的是一大片的，那你分别把它组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把两个相似的放在一起，这样你会看不出它们的差异点在哪边。可是当一个是细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宽大的，两个放在一起，你就会形成强烈的对比，你就很容易去营造出这个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透过我们的修剪，你修剪之后呢，你会有高低起伏。你高低起伏的时候，就会如同一个山峦绵延，然后可是却是很自然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们要效仿大自然，你会营造出一个自然的景象，让你看起来是舒服而不会突兀。这是我们在水草修剪上，你要去让它维持在一定的高低起伏。再来的话，就是草丛与草丛之间要保持一个间距，就如同说我们在座位啊，我假如靠在隔壁的话，你会觉得说，请你帮我留点距离，让我有一点空间可以去生长。水草也是一样，当你都密植的时候，你没有帮它预留未来生长的空间，或者是它呈现给我们看的时候，没有办法营造这样一丛一丛的感觉，因为你只要全部都密集在一起，那你会分不清楚到底你是你还是我是我，还是全部大家都是合在一起。这个是在我们荷兰式造景的时候，它这个规范它有强烈的要求这一点。然后再来的就是一个营造它的一个景深。景深的部分就是我们让我们的整个缸子看起来会，虽然是缸子小小的，可是当你有景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缸子看起来好像比较大，看起来好像比较那种壮阔感。这就是要靠手法去营造。那色彩的比对，例如说，你看红的跟绿的，它红绿就是很强烈的对比，但是红的部分你却不能太多。因为一旦太多的话，你就会抢掉了一个焦点。那这个焦点的后面我们会再讲。那再来的话，最重要，我们种植一个水草，就是要重视它的健康程度。健康良好的草，跟我们健康的人一样，看到大家都会喜欢，看到都会比较高兴。那当然，整个全部都有了之后，我们要营造一个画面的协调性，如同一幅画嘛，你协调控制的好的话，你整个景就会非常的美。那再一个就是我们种植的要点，要注意哪些呢？草种，你在刚开始设置的时候，你就要先预想我要选择哪些草种，那哪些草种会比较容易照顾，或者是说它们的习性比较像，你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的话，你会比较容易照顾。你不要把说一个是喜欢很冷水的水草，跟一个喜欢比较高温的水草，硬要把它们挤在一起，可以，但是这样子会造成我们在照顾上，你又要顾它说比较冷，那要顾它比较热，那一定会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极致。那为了要好照顾，我们就尽量要选习性相同的水草。然后在焦点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荷兰式水草造景它有规定，就是例如说这个以120公分的缸子为例，我们中间画2条线，然后水平这部分再画2条线。
然后在这个井字呢，我们看到中间这边有个红的，它交叉点前后这总共有4个交叉点，这个就是交点。那你只能选其中2个，要么就全部都是后面，要么就是一前一后。你不要2个都在前面，因为2个都在前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营造景深的感觉。那放后面的话，会有把我们的视觉引导到后面，你就会主要的视觉就会专注在后面，你就会这个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这个就会让我们营造景深的效果。来下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荷兰式水草造景里面最常见去营造景深的效果是什么？街道。你看这边会有一条，这个是罗贝利哈，它这样像这个比较宽大，这边旁边中间会有一条很像街道的感觉，让它会延伸到最后面，如同说我们在高楼大厦里面中间有一条路，你走过去你会觉得说，会有那种深邃感。这个手法在荷兰式造景里面就是标准的营造街道的手法，让它可以具有深邃感。那再来的话就是窗帘，在我们水草缸的左右两边，窗帘一定是左右两边嘛，它会营造我们的水草会长到快顶水的这个位置，左右两边，你就会如同说我要打开窗帘去看一个景。那以往我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还要这么多的规定呢？可是当你仔细去操作之后，你会发觉这些前辈所设下的这些规定，其实都是一个防呆的机制。也就是说，你照着这个规则去走，做出来的景，自然都是不同凡响的，因为这都是经验的累积。当然，我们也可以有照我们自己心仪的方式去操作，可是变成在你只要要参加这个比赛的话，他会说，你这可能没有符合我们的规范，那可能这部分就会被扣分。那在硬体的部分，在这个背景的部分，来背景的部分，来我们看，它荷兰式造景有规定哈，就是我们四面玻璃缸，只有正面观赏面那边是玻璃而已，其他的部分全部要用像左上角这个，就是要用岩板，就是保丽龙这个岩板去把它贴起来，或者是在岩板的部分，我们贴上墨丝这些胎类，让它营造好像在一个野外的感觉。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看到人工物，玻璃就是会有反光，或者是会看到穿透过去看到其他的东西，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欣赏我们的草景。来，这样。而硬体的部分，在荷兰式水草造景呢，我们有规定，就是不要将你的一些人工的物质，例如说我的过滤器啊，或者是我的加温棒啊，或者是我的进出水啊，全部摆在里面。相信大家都知道，你在拍一张照片的时候，中间有一根电线杆，你看起来心情会好吗？你一定会说这是一张不好的照片。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尽量把所有的人工物全部都藏起来，全部都看不到，只看得到一幅非常美的景致，这就是荷兰式水草造景。那在硬体的部分和素材来，那造景素材我们要注意哪些呢？在造景的素材部分，我们会运用到一些石头，还有沉木，以及水草，还有墨丝。那水草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嘛，你草种的选择你的习性要相当它的叶形大小要有强烈对比，以及颜色上面要有强烈对比，这样子去营造出它的一个深邃和景深的感觉。那墨丝呢，就是营造我们墨丝墙，就是在像我们这个鱼缸这个后面左边、后面还有后面，全部都是墨丝墙。那在荷兰式水草造景，它有一个规定，就是你的石头和你的木头最好是有一些蕨类或者是墨丝。像我们上面这一张照片的话，它就是用墨丝把我们的沉木绑起来，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就会很像我们在大自然进入丛林里面，你看到木头一定不是光滑的，上面一定会有一些青苔，这样会比较感觉比较自然。好，来下一个。那关于你要去营造这个
造景，那构图，我们该如何去绘制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是罗宾的作品哈，这叫公园漫步。来下一个。那我在设置的时候，我会先画一张草图，预计说，我哪一个草在哪个区块，然后我的层木会放在哪里，我的每个草种我会先预设好，想象它未来可能会长成什么样子。那我们之后再照这张图去进行我们的造景布置。好，下一张。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呢，是罗宾在2017年参加 AGA， 就是美国的那个比赛，这一缸得到第2名。好，下一张。你看嘛，这个后面全部都是莫斯墙，然后你这个设置的位置刚好都是在焦点上面，就是用红色的水草去让它点出那个焦点。OK， 下一张。那我们来看这一张的那个鱼缸的影片。其实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水草缸跟实际上在看是有落差的。实体这样看，你就会如同说我们身临其境，如同来到大自然一样，甚至是花园一样。这就是荷兰式造景的魅力。那尤其又在有一些小鱼、小虾点缀之下，你整缸看起来的那个生气就是非常的蓬勃。像我们左边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垂上去，那个就是窗帘。左边这个、右边这个都是。那个就是在水草照射阳光，吸收二氧化碳之后产生的气泡，这个是很迷人的。